咽喉肿痛，痛快出击！3金牌桂林西瓜霜含片，邀您收看前情回顾。蓝大人，如果在大典的时候，我还未给你回信，恐怕我已经凶多吉少。 殿外这些人怎么一瞬间都死了？是太后诈尸了！ 太后不是在棺材里面吗？怎么去外边了？就是啊，太后身上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何物？太后身上的血书。念。30年前，皇子病重，药石无医。 太后假借回生阵法，以益民间男婴替之。我摩罗族巫女偶然知悉，于心不忍，便将奄奄一息的真皇子带走治愈。是如其出。这不可能啊！是啊，这继续念。 20年前，巫女欲将皇子送还。 与中书侍郎兰林商议，怎料太后听闻真皇子在世，唯恐事情败露，竟决意斩草除根，下令暗杀亲子。太后竟会做出死的事，并将我摩罗族人全族尽数诛杀，兼以叛国罪灭兰林满门。我摩罗族人20年来死不瞑目，冤魂盘桓于世。 无法离去，天道昭彰。太后杀子灭族，罪孽深重，唯有曝尸荒地，不得善终，无族冤魂，方可安息。太后杀死皇子，祸乱皇室血统。难道柳太傅刚才所讲都是真的？老臣不敬。
敢请玉蝶一观。当年太后命玄机将我活埋时，也将这叶玉蝶一并交给了他，命他焚毁。却未料天降闪电，狂风呼奏，这玄机本就心中有鬼，见状更是不敢多留，就未等玉蝶点燃，落荒而逃。随后这玉蝶便落入我的养母之手，其上有我幼时掌纹和太后掌纹。诸位比对之后，便知真假。当年见过圣上玉蝶的，除却老夫之外，还与王太尉、窦尚书，请二位一验。请玉蝶。真的没有了，玉蝶怎么没了？果然，这都对上了。请司天监少监上前核查。少监多年来为皇室卜卦测算，钻研了无数掌纹，想必能辨出真假。姑太医玉蝶上的婴儿掌纹，的确与他本人的掌纹并无二致。先皇印信和太后掌纹都能够对上。窦尚书，结论如何？何言无误。既有玉蝶为证，主公当再无异议了吧？此事关乎皇室正统，老夫以为干系重大，还需从长计议。诸位选择投靠何方，又如何保证自己最后功成，而不是成为受倾轧的枯骨？我等理应顺应天意，不乱反正，拥护真龙归位。太傅柳宪率群臣恭迎圣上登基。恭迎圣上登基！恭迎圣上登基！恭迎圣上登基！今日乃太后大丧，新皇登基，恐不合礼制。礼部侍郎何在？历代典籍中，确有二礼并行之先例。
海之是要杀我？我还当你是我唯一挚友，连你也要我死？我别无选择。我乃真龙血脉，今日登基，已成定局，没人能够阻拦。既如此，我就要你亲眼看着我坐上龙椅。等等！根本就没有换皇子一事，顾清章也不是真龙。站住！干嘛呀你？有办法了。你的确很聪明，但你不该处处与我作对。战兄，战兄。你这是拿命在赌呀！要是扎错了半寸，你就没命了。这种法子我也是头一次听说，敢让白兜子进去，好打！师兄夫将下刀准确，避开了要害位置，看起来凶险，直线和面无大碍。你说圣上不是真龙，也没有调包皇子一事，那玉蝶，你该如何解释？能证明他皇子身份的真玉蝶，在我手中，那他手中的一蝶，定是伪造的。只要开棺，我就能证明他的玉蝶是伪造的。胡闹！棺椁已封，岂能再开？事关皇室血脉真假，何妨开棺一验？太后的尸体就跪在殿外，被摩罗族的冤魂拖出来曝尸了，这都是大家亲眼所见。那些所谓的冤魂，都是顾清章手下假扮的。快走！他们利用千秋椅的地下结构，连通了暗渠和昭德殿广场，隐秘行踪，自然来去自由。
怎么是这样？就是，今天发生的一切都是他们人力所为。他们刚才在殿外广场装神弄鬼，我们都看见了。一派胡言！人力岂能在转瞬之间，将这太后的凤体从这灵柩当中转到殿外？按你所说，现在棺内应该是空的了，那你又为何不敢验？如果我的推断正确的话，现在棺内应该还有一个太后。棺材内的太后和殿外的太后根本就是两个人。殿外跪着那个尸体是假太后，自始至终就没有进过灵柩。什么真假太后？这世上又怎会有如此相似之人呢？他在回声阵上就将太后换成了假的，方便自己进宫行事。也就是说，前日死去的也是假太后。这个假太后在被施完小脸仪式后，并没有被放入棺椁，而是被柳公公和顾清章的手下转移到了暗渠中。我们在暗渠中发现的郁金香油和水银，就是证据。然后他们在刚刚装神弄鬼之际，将假太后的尸体从暗渠拖到殿外，再披上血书，制造冤魂控诉的假象。而躺在灵柩里的，才是被顾清章从半月楼绑走的真太后。他们在小脸仪式后，将真太后换回来，在诸位亲眼目睹下封入棺椁，而且太后还活着。诸位大人，给太后入殓的女官已经招了，真太后就在棺材里。来人，开棺！将军，还有气息。这个穴位扎入银针，可使人无法动弹言语，但是意识清醒。拔了针之后，很快就能恢复。太后，醒了！太后啊，太后！好大的阵仗！哀家还没有咽气，你们就急着办丧礼吗？既然太后活着，便当着众臣之面，答老臣一问：顾清章是不是真龙天子？这个乱臣贼子对哀家的所作所为，柳太傅不都看见了吗？他若是真龙，即便是真对太后大不敬，亦是大庸的国君。张平，你方才不是说，只要是开棺，便可以证明这玉蝶是假的？不错，即便顾清章能将玉蝶伪造得天衣无缝，但有一处细节一定对不上。玉蝶上的黄木掌印，应是他将太后绑走后，逼迫太后亲自按下的。他以为这样便能瞒天过海，但他不知道的是，当年太后产后虚弱，得过水疱疹。诸位请看，太后手掌的疤痕就是得过水疱疹的证据。这种病症的症状，太医们都应该知晓吧？当年发病时，太后掌心会渗出粘液，难以擦去，蹭在衣物纸张上便会干涸成屑。若玉蝶上的黄木掌纹真是30年前太后所按下的，
也必会留下痕迹。这个细节，因顾清章并不知情，想必没有仿冒到位。要检验玉蝶真假，只要查验太后掌印处的印泥，有无白屑便知。你这玉蝶，可经得起一验？不必验了。这玉蝶是伪造的。你敢欺骗老夫！曹将军，把他压下去吧。太后为何不告诉他们？我为何要劫持你？又为何策划今日这出戏呢？张平，你不是一直执着真相吗？为何现在又不敢说？有什么不敢的？你就是去年科举时出现的那个镜虎先生，你挑唆世子，制造动荡，绑架太后，密谋篡权，种种迹象表明，你就是一个犯了痴心疯病，一心想要当圣上的癫狂妄然而已。这么说来，摩罗村和兰府的冤情也是我杜撰的了。枯若，会说谎了。你长大了。太后，今夜皇城内的夜幽潭都将会为你绽放。你还记得那场血雾之毒吗？我在设计二皮相自杀前，已经利用它完成了此药的改良。如今毒素就藏在花粉之中，开花之时，血雾便可遍布全城。你放心，吸入的人不会有半点痛苦，只会在幸福的幻想当中面带微笑，全身僵硬而死。如今皇城已遍植夜幽潭，今夜便是花开之时。就算你把毒素藏在花粉之中，也不可能操控花开。丞兄，那是什么？族里的哨子。死了！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外面的夜幽潭全开了，里面的红色花粉有毒，碰到就会死啊！啊！竟然真是这样！说的都是真的，变成这样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这都是我路过，该怎么办呀？
这怎么可能？快跑啊！再不跑就来不及了！快走，快走！不好，太后和顾清章不见了！快去找太后！等等，大家不要慌，现在是不是捂住口鼻？张兄，你不要命了？快回来！你还敢摸他？我知道了，夜游潭写在燕良石开花，顾清章提前在土壤里埋入大量硝石，再通知他藏在暗区里的手下放水漫灌硝石，使土壤温度突然下降，满足花开的条件。皇城里现在遍植夜游潭，毒物已向城中蔓延，要尽快想办法解救百姓。走，走。这前面怎么了？看着还挺漂亮的。走，瞧瞧去。哎，好像不对劲儿。哎，等一下，等。红武杀人了，快跑啊！红武杀人了，快跑啊！快！红武杀人了，快跑啊！张平，快去救人！小小，你小心伤口。云伯，你别捡了，快跑吧！张平，对，是张平回来了。梁伯，你怎么这个时候回来呀？张平是回来救咱们的，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，快走吧！快，别走！大家不要怕，让师傅捂住口鼻，去高处，快，赶紧上来！捂住口鼻。等等，都不要跑了，后边毒气更浓。找到太后和顾清章了吗？曹将军，先顾眼前吧，全城百姓的安危更重要。毒物已经弥漫了全城，我们先找一个地方避一避。大家不要乱，跟着我们走。学校，大家跟我们走，捂住口鼻，捂住口鼻，大家跟我们走，都跟着我们来。这边都捂好了，大家捂住口鼻。大家先到屋里避一避。先进去的人，咱快把门窗堵死。快进去！到高处去，进屋里封死门窗。这样。